佛教来了，寺庙就得盖起来。日本的建筑文化与中国的关系，看看日本的建筑技术最初来源和启蒙到底是啥样的。因为佛教的传入呢，日本的建筑技术也跟着迎来了一场大的发展。说来也挺有意思，咱们中国是先建起了大型宫殿，后来呢才兴建了佛寺。日本呢是正好反过来，它是靠着从中国传来的新技术，先吭哧吭哧的把大庙给盖了起来，然后才学着去营造大型宫殿。所以说呢，日本的建造大型建筑的技术的突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得力于当初建寺庙攒下的经验。日本工匠把从朝鲜和中国工匠那儿学来的手艺用在了这些大型的公共建筑上。为了还原这些建筑技术传到日本去的过程，学者们仔细研究了日本的现存古建筑的文献。虽然信息不全，但有很多证据表明，那些到中国来朝贡的日本使节是想方设法把一些手艺高超的中国和朝鲜的木匠艺术家们带回了日本。从6世纪早期开始，就不断有朝鲜的设计师、工匠、木匠和油漆匠移居日本，把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建庙技术给传播了开来。他们在日本成家立业，把手艺传给了子孙后代。这里边有个知识点，从中国、朝鲜等地移居过去的移民，日本历史上有个专门的词叫做渡来人，发音呢有点像多拉伊金。这波人呢可是技术传播的关键。那么在引入中国的新技术之前，日本的寺庙是啥样的呢？采用的大多是顶梁柱加门框的抬梁式结构，屋顶铺茅草，木柱子也不上漆。这茅草顶和直接插泥地里的木柱子特别容易腐烂。朝鲜工匠带来的新办法可就厉害了，能搭出内部空间更宽敞的建筑，利用支架和横梁，能把承重的砖瓦屋顶的重量分散到外围的梁柱上去承重。这样的建筑内部就不用那么多柱子了，能空出一大片地方来。砖瓦屋顶比茅草顶防雨防雪强多了，里边的木结构的寿命自然也就延长了很多。日本工匠还从中国那儿学了一招，把木桩打到石头地基里，而不是直接插进泥里。这一下子呢，又把建筑的寿命极大的延长了。寺庙的规模都很大，建起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幸好当日本开始要建大庙的时候呢，一套招募劳力的制度也已经逐渐形成，各种相关的工程都能找到足够的工匠。说到这儿呢，我们得提一下著名的伊势神宫。通常认为这座志摩半岛上的国家级神社是佛教建筑传入之前完全用日本本土技术建造成的，但是一部分当代的日本学者也承认，这个国宝级的神社里面其实包含了一部分来自中国的建筑特征。它占地极大的内宫用的还是传统的茅草顶和木柱，因为容易烂，所以规定每20年必须要重建一次。但最近的分析表明，伊势神宫里的一些建筑特点，在公元7世纪下半叶的天武天皇在位之前的日本根本不存在。而690年那次重建神宫的时候，熟练的技术工匠已经从朝鲜和中国来到了日本。比如神宫里的建筑物都位于南北中轴线上，这是中国庙宇最重要的特征。以前的日本并没有这样，这种一进门套着一进院的建筑方式也是中国的特色。在建造伊势神宫前，日本也没有这种样式。然后我们再说说日本奈良的法隆寺，也就是著名的斑鸠宫，这是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它用了复杂的榫接工艺，得充分考虑木头能承受的重量。这座古刹是公元607年在热心学习中国的圣德太子的指导下建造完成的。公元670年虽然遭过火灾，但历经几十年的重建，寺内的西院从7世纪用到了现在。法隆寺的佛教社群是日本最早的，利用新的年代分析技术，专家们认定建于711年的法隆寺五重塔，它的塔心柱用的是偏柏木，竟然是公元594年砍伐的。也就是说，法隆寺用的一些木材在建庙前1个世纪就长成了，甚至可能在别的建筑上已经被用过了。这足以显示这偏柏木柱有多坚固，保护得当的话，寿命长得惊人。法隆寺比中国现存的任何一座寺庙都古老，比如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虽然始建于公元5世纪末的北魏孝文帝时期，但却是在公元857年，也就是晚唐时期重建的。
也正是由于现存的中国古建筑并没有可以追溯到那么久远的时代，因此也很难考证中国建筑对法隆寺的影响。相反，中日两国学者都试图通过研究法隆寺的结构，反向推测它建立之前中国古建筑的大概模样。接下来，时间来到了8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在公元735到737年，日本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天花疫情，接着又是大饥荒。圣武天皇因此在741年下诏，命令各地兴建寺庙，以求保佑国家免于灾难。公元743年，为了再加一重保险，天皇下诏在金光明寺，也就是后来的东大寺建造大佛。金光明寺就此成了全日本的总寺。几十名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木匠指导当地的工匠建寺，还征募了大量的农民来干活。这种大工程不仅需要木工技艺，也极度依赖当时的铸造技术的巨大进步。东大寺呢，是以中国和朝鲜的同类型建筑为蓝本的，比日本以往任何建筑都先进得多。总的来说呢，造这么大的大佛，扩建这么大规模的寺庙，耗费了巨量的人力、铜和其他的材料，朝廷花费巨大。当时的统治者觉得，为了消灾避难，为了国家的昌盛，这钱花得值得。讲到了这一次呢，我们已经知道中国隋唐2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是如何持续的从中国学习文字、佛教和建筑文化。放眼世界大历史，很少有一个像日本这样全盘学习、引进利益主文明，达到如此规模与影响力的国家。到底给日本的发展带来了些什么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下一集接着来分析。